年12月31日，除夕倒计时的烟花还没开始，谭松韵的手机响了。那一刻，他的世界停止了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就在全国人民准备迎接新年的那个夜晚，他失去了他最重要的人。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比失去本身还要残忍100倍。今天我们来聊聊谭松韵，一个被全网嘲笑与 quote 装嫩与 quote 的娃娃脸女演员，是怎么在跌入人生最深的谷底之后，用2部剧登顶2026年收视榜单，改写了整个娱乐圈的审美规则的。故事要从很多年前说起。2011年，《甄嬛传》还没播出，一个刚入行的女孩出现在了剧组的候选名单里。导演第一眼看到她就皱起了眉头，这个姑娘长了一张娃娃脸，圆圆的眼睛，软软的轮廓，怎么看都像是刚上初中的小姑娘。最后她拿到的是一个边缘角色，纯贵人，出场时啃着瓜子，笑嘻嘻地站在那里。那一幕，观众记住了她，但记住的方式并不是她希望的那种。与 quote 这个演员只能演丫头。与 quote 这句话在她身上贴了整整10几年。大学4年，她几乎全在剧组跑龙套，不是没去试戏，而是每次试完，结果都差不多。导演见到她，有的是当场摇头，有的是礼貌地说与 quote 我们考虑一下与 quote， 然后再也没有下文。有一次，一个导演干脆跟她直说了与 quote 你这张脸撑不起成熟角色的重量。与 quote 她没有哭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说了声谢谢，然后出了门。那时候她的同学们有的靠一段绯闻上了热搜，有的在综艺里露了几次脸就有了代言，一个个都起来了。而谭松韵还在蹲片场，抱着剧本一遍一遍地背台词。那种安静不是因为她不着急，而是因为她不知道有什么别的路可以走。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25岁那年，她接了一部戏，演一个高中生。你们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正常来说，25岁的演员演高中生，在这个行业太常见了。但那一次，不知道是谁开了个头，评论区炸了，与 quote 这么大年纪还演少女，真的厚颜无耻。与 quote 装嫩装到这个程度，演技再好也救不了。与 quote 劝退，建议转行。与 quote 那些话密密麻麻地铺满了他的社交媒体。他没有回应，没有一条解释，没有一个反驳。他做的只有一件事，把评论功能关掉了。第二天，他还是早早出现在片场，还是背台词，还是候场，还是一遍遍对着镜子确认自己的表情对不对。那个年代，没有人替他说话，也没有人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妥。娃娃脸在这个行业里从来都不是优势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个行业对他太苛刻了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然后2018年最后一天到了，那个电话是关于他妈妈的。一名酒驾司机在那个本该欢庆的夜晚夺走了谭松韵母亲的生命，这已经是让人心碎的事了。但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，在医院门口，那名肇事司机的家属开始大声叫嚷，他们不是来道歉的，他们是来闹的，说是谭松韵的妈妈自己有责任，说来说去就是不肯承认错误。而与此同时，有些媒体开始发出奇怪的消息，说他母亲在住院期间曾经外出聚餐，这是彻彻底底的谎言。谭松韵没有在镜头前哭，她选择了法庭，站在那里，她的声音在颤抖，但她把事情的经过一字一句地说清楚了。她说，我妈妈走的那天，我就在医院陪着她，那是她对所有谎言最有力的回击。后来那场官司的赔偿款下来了134万元，他把这134万全部捐给了交通事故援助基金，没有发通稿，没有开发布会，没有借着这件事做任何营销，就是捐了。就好像他的方式从来都不是说给别人听的，而是做给自己看的。你觉得一个人能在失去至亲之后还能做出这样的决定，他心里究竟住着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那段时间他没有停下来，不是因为他不悲伤，而是因为他把所有的悲伤
都压进了角色里。她在接受采访时说，那段日子她只要坐在镜头前，进入角色就感觉好一点点。演戏成了她唯一的出口。就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，她一步接一步的接戏，一个角色接一个角色的完成，然后回家，然后第二天继续。外界看不见那些哭过的夜晚，只看到她的新作品出来了，又出来了，又出来了。没有人预料到，就是这样的积累会在多年后彻底引爆。2025年，谭松韵主演了3部女主剧，这在中国娱乐圈本身就是一件不小的事，毕竟平台和制作方要把一部女主剧交给一个演员，是需要极大信心的。而她接连拿下3部，意味着什么？行业里的人心里都有数。那3部剧每一部播出，评论区都在变，从最初的雨 quote 这个娃娃脸真的能撑起女主吗？雨 quote 到后来的雨 quote 啊，怎么这么好哭？雨 quote 到最后的雨 quote 谭松韵演的戏，我是真的会等雨 quote。观众的心是最诚实的。然后2026年来了，1月，我的山与海在央视一套首播。这部剧讲的是那个年代女性的故事，坚韧、柔情、隐忍又不服输。谭松韵在里面演的那个角色，好像就是她自己走过来的那条路的某种镜像。收视率出来的那天，直接突破了 2.7%。2.7%，在如今流媒体分流如此严重的时代，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你懂的。3月，她凭借这部剧拿下了电视剧品质盛典的年度全媒体品质热播剧奖项。但故事还没完，紧接着历史剧《太平年》播出了，播放量 16.56 亿，这不是笔误，是 16.56 亿。CVB 收视率突破 3.175%， 云和最高市占率 18.8%， 2026年 Q1 收视榜第一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部剧创下了央视近9年来历史剧收视逆转的奇迹。9年，那是多少个《甄嬛传》里的小角色，多少个被导演摇头否定的试镜，多少个评论区里骂他装嫩的深夜，才叠加出来的9年。而谭松韵用这2部剧悄悄地把答案给出来了。那张曾经被整个行业嫌弃的娃娃脸，如今已经成了她最具辨识度的标志。在我的山与海里，正是那份不老的眼神，让她演出了那个年代女性穿越苦难依然向前的韧劲。在太平年里，正是那份柔中带刚的气质，让历史人物有了温度，有了血肉，不再是教科书上干燥的名字。观众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，演技从来不是脸型决定的。那些曾经被当成缺陷来嘲笑的特质，恰恰成了他最打动人心的地方。一个演员能打动观众，不是因为他的脸符合某种审美标准，而是因为他那张脸后面藏着太多真实的东西，失去过的，坚持过的，沉默承受过的，所有这些都会在镜头前渗出来，你感受到了，却不一定说得清楚。如今的谭松韵还是那个不炒作、不营销、不搞话题的人。有记者问他，这些年一路走来，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他想了想，说了一句话，就一直拍下去呗，总会被看到的。就这一句话，没有励志演讲，没有金句包装，没有刻意设计的情绪，就是这样轻描淡写，像他在片场等开机的样子，安静、坦然，不慌不忙。那个25岁被全网嘲笑装嫩的姑娘，那个在法庭上颤着声音说出真相的女儿，那个把134万毫不犹豫捐出去的人，她用了10几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，有些脸看起来年轻，是因为里面住着一个从未被压垮的灵魂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谭松韵，觉得她的故事值得更多人看到，记得点赞收藏，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。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你最喜欢她演的哪部剧？我们下期见。